爸，幸亏我在家呢。我要是再发现的晚一点，传美人就没了。孩子，哎呀，你说你怎么这么傻呀你？啊！爸，对不起，我让你失望了。我真的没有脸见人，我不想让你为难，我想一了百了。你们这不是要逼死我吗？这不是。爸，川美都这样了，您就别说这种话了。你都不记得川美是怎么长大的吧？我妈死的时候，川美6岁，我12岁。在别人眼里，我俩是没妈的孩子。可我们俩自己知道，我们连爸都没有。晚上，那风吹得窗户直响。传美搂着我脖子哭，问我哥，爸爸妈妈去哪儿了？我能怎么跟他说呀，爸？我跟他说，咱爸带着18罗汉上山采石头呢，南里北里送食材呢。传美她为什么学习不好？有谁管过她？有谁问过她？她吃什么？穿什么？她在学校里有没有受人欺负？你问过吗？你管过吗？你连家里没粮食了都不知道呀，爸！是我这个当哥的，我管她吃，管她穿，管她学习，什么都是我管的。爸，那个时候我也才12岁啊，我也是个孩子呀，爸。啊！传美没考上大学，回家以后不吃不喝，哭了2天。她那个难受劲我看不了呀，爸。可你连家都没回过。是，我没办法了。我就想了这么个混蛋的办法。我知道我错了吧？我知道我错了。我对不起你，我给你添麻烦了。我对不起王家，我对不起王秀玉。爸，这样，你把我送去监狱，你打死我，爸，你把我领去王家磕头认错，你给我断绝父子关系都行啊，爸。但是传美这事儿，你帮也得帮，不帮也得帮啊，要不然传美就没了，爸。怎么办啊？喂，哎，金志啊，怎么样啊？哥，我已经托人打听了，但不会这么快有结果。不过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这样的先例。哦，好，那先这样。二哥怎么说的？庆志啊，已经托人去打听了，但是结果肯定没那么快出来。秀玉，你先别着急啊，你要耐心等等，肯定会有办法，你知道吗？别着急。你不知道我这些年在外面过的什么日子。
我整天担惊受怕的，所以我想走得远远的，我再也不想回来了。怪不得你不愿意回家，跟你说有了男朋友带回来，你也不带，还总嚷嚷着要去国外。我哪有男朋友啊？我哪敢有男朋友啊？这些年是有不少男孩追我，可是我怕，一旦跟人成了家，发现我不是我，我是个骗子，这个家就散了。作孽呀！爸，再大的事儿，你也得顾着自己的身体。其实，从传媒进城上大学，我就后悔了。去上这个大学有什么好的呀？传媒要是留在村子里，什么样的好工作我给他安排不了啊？不比现在一个人在城里打拼强啊！平时我在集团里，跟秀玉总有个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时候。我每次看见秀玉，我这心里也跟扎了根刺儿似的。可这世上哪有后悔药啊？一步走错了，那就步步都是错的。错了，现在就想办法补救呗。关键是看他们王家是什么态度，有什么要求，能满足的都满足了，再不行，多赔他们点钱呗。为了你，爸花多少钱都舍得。可这世上也有钱买不来的东西呀。有德大哥在吗？有德大哥，万书记，那个桂枝，万书记啊，老嫂子，进屋坐吧。好。哎呦，这小豆子一晃都长这么大了！来，给，拿上。哎呀，可不敢，不。哎呀，当爷爷的嘛啊！哎呦，有德啊！谢谢爷爷，你可真是有福气！哎，来看看有多沉了。万书记，哎，孩子挺重的，给我，好了，去吧。哎，老哥老嫂子，我也别兜圈子了。就直说吧，秀玉跟传媒的事，你们应该也知道了。我来，就是为这事儿。你们坐，坐下说。我真是刚刚才知道，哎呀，老哥老嫂子，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。但不管怎么样，这肯定是我们错了。我没想到他们能做出这么丧良心的事来。我听说了之后，气得把传家给打了一顿。可是子不教，父之过。说到底，是我这个爸没当好，不合格啊！他们
小的时候，他妈死得早，我整天带着乡亲们上山采石头，没时间陪他们。后来他们长大了，我又忙着村里和集团的事情，没有好好的教育他们。我悔呀！老哥老嫂子，我来呢，就是跟你们请罪，也想看看这个事儿还有没有商量。要是这件事情刚出，没得说，马上就把传媒给叫回来，送秀玉去上大学去。可这都整整10年了。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，说什么都晚了呀！可怜我家秀玉，一门心思就想上大学。不瞒你们说，我来之前去打听过了，就现在这种情况，不是考虑传媒，秀玉还有没有可能去上大学？打听的结果是，没可能了。毕竟传媒都毕业6年了。你们要是不信，你们也可以去打听打听。如果有哪个学校能要秀玉去，那我没二话，马上就送她去上学，该花多少钱我都出。可现在的情况，他就是这样，就是把传媒给拉下来，秀玉也上不成了。但这事要是公开了，传媒的文凭、工作，肯定就是没了。工作文凭没了，那他活该，这本来就不应该是他的。但这事要是真的公开了，传媒这辈子就没法在社会上混下去了，他就没脸活了，宁可死在外边。老哥哥老嫂子，咱们都是当老人的，我们家不能因为这个错再搭上传媒一条命吧。他还年轻，这辈子还长，以后他还怎么做人？我愁啊！那我这一辈子呢？我怎么做人啊？秀玉，大人说话呢，回屋去。这本来就是秀玉的事情。秀玉，你说的对，我不能只想自己的闺女，不想别人的闺女。秀玉，那你给叔说个法子，你说你想咋办？大学是我们秀玉考上的，要不是被你们家传媒顶替了，秀玉在外面，也许现在就当上干部了呢。哎，这是秀玉一辈子的前程，就这么白白毁了。洛哥哥老嫂子，你们这么说，我真是没脸呐！我没脸呐！我没脸呐！没脸呐！好，来，我真是没办法呀，没脸呐！都是当爹妈的，哪个孩子不是自己的心头肉？出了这种事儿，我们做老的也没啥办法，那不就得商量商量，看着咋解决啊？谢谢老嫂子，你能这么说，那咱就商量商量。你们有什么想法，尽管说，
只要是我能力范围内的，我一定尽力的满足。那既然书记都说到这份上了，那我说说。你说。不行，我要上大学，我只要上大学，别的都没什么好说的。秀玉啊，要是这件事情结束了，你还能去上学，叔就是活着让我闺女身败名裂，也让她把大学还给你。这件事情，我们家缺了大德，我是真是一点办法没有，要不然我也不能这么做。秀玉，你替叔想个法子，你说，叔该咋办？传媒是错了，可他犯的不是死罪，是不是？但是这件事情要是一捅出去，他真的就是没活路了。秀玉，你当初就跟传媒是同班同学，又是好朋友，你就放传媒一条生路吧。你就放传媒一条生路，叔求你了。可是我只想上大学。让他哭哭吧，哭哭的，他心里是真委屈，哭哭好受点儿。大嫂子，哎，要不还是你说说吧。书记话也就都说了，那我们再想想啊。好，那我就舔着脸再提一条，在你们没有想好之前，这件事尽量不张扬，知道的人越少越好，行吗？我这个儿媳妇幸福，她的性子你知道，手泡着呢，就怕她知道了，一听她又炸了。是，幸福那边能不告诉，就千万别告诉了，好吧？那你别告诉他。该说的话，我也都说了。心里边也没那么堵得慌了。你们想起什么来，就随时找我。谢谢老哥哥老嫂子。秀玉怎么说呢？他能咋说？他就要上大学，说啥都不要。但是这事儿要是捅出去了，那大学也上不成啊。大学没上成，补偿也没有。那不是鸡飞蛋打，两头啥都没有。太委屈秀玉了呀，妈。那咋办？这是最好的办法了，只能委屈秀玉。万叔就说了，说给他在集团提职涨薪。你的地也有的种了，那这样，庆志以后结婚的钱也有了。秀玉的嫁妆也有了，他还说幸福客栈他也时常给照顾着，以后我们再也不用低着头夹着尾巴做人了。妈，给幸福说一声吧。万叔就不说了嘛，先不跟他说。哎呀，妈，我总觉得这样不行吧？要不拿着钱再跟他说，他这孩子就认死理儿，不麻烦上再加麻烦吗？要不再找庆志商量商量。庆志有啥想法？他一个人在城里，
这次咱们去不都看见了吗？他还没站住脚呢，他还顾得了家里头，自己的孩子自己知道，咱要同意了，他没啥说的。那秀玉那儿，秀玉呢，你去说。我，还是你说吧。行，这个坏人我来当。秀玉不是个不听话的孩子，这不现在在那股劲儿上吗？没别过来，没事的跟他说，他能明白。没事儿。我回来啦！就，行，都，别搁在脸上啊，让他起疑。你从后院回去，青兰，听见没有？哎，回来啦！哎呦，幸福还累坏了吧？你看这忙得多晚了，可得早点歇着吧。那是，小豆子呢？啊，睡了，你歇着去吧。啊，我去看看去。睡了。妈，我这段时间忙，青兰已经很罢了。哎呀，一家人说这干啥？老辈的累一点，不都为了孩子们过得好哎？是，我也想着客栈能越做越好，多挣点钱。将来小豆子能考上好大学，能过上好日子。你心气儿高，豆子命好，赶上好时候了。那爸妈，你们早点歇着吧，我就先回屋了。哎，你去帮我看看那个大铁门关了没有？哎，好，歇着吧啊，歇着。哎，秀玉睡了吗？睡了，早就睡了。哦，确实有点累了。你看，妈，最近开始修路了，有好多事儿我都得盯着。要是太晚了，我就不回来了，我就住客栈。那小豆子，好，太好了，天这么黑，不安全，不回来了。行，你要不下午我接着豆子去看你去啊？行，妈，您真好。哎呦，你才好呢，把孩子累成什么样了？早点歇着啊。哎，行，您也早点歇着。哎。秀玉睡了。秀玉这孩子啊，哭了一天也累了。现在呀，落个这结果。闺女命苦，寻思着把3个孩子拉拔大了，能翻过身来了，哪知道苦了她了。这大学没上成，过去好几年了，再哭再闹也没用。10年了。幸福，吃饭啦！吃饭啦！洗手。啊，好。洗手。
洗手了吗，小豆子？洗了。坐这儿，跟奶奶吃饭来。秀玉呢？秀玉，秀玉。妈，秀玉不在家啊？他那个上班去了吧？这不可能，我6点多就起来了，难不成他天没亮就出去了？这死丫头，给我赌气！哎，这茶玉米咋老了？你们尝尝。为啥跟您赌气？他那个，来，我叫他相亲，他不干。嗨，妈，搞对象，这不能急，还是得看秀玉自己的意思。那是。那个。哎呀，我这几天忙，都没顾得上问。他跟我说他要考那个什么会计师资格证，考得怎么样啊？他没报上名啊。搞了半天连名都没报上啊！怪不得这段时间我都没看见他。这回没考成，下回再考呗。是不是他时间没记住？快吃吧，吃吧。我这段时间真是忙疯了，秀玉出了这么个事儿，我都不知道。你也不提醒我一下。我也给忘了嘛，不是？不行，我还是给小梅打个电话吧。哎，不打，吃了饭再打，不急啥呢？我得打，我问问他。我吃。关机了。吃饭。进来。我这整天都得在客栈，还有好多事儿要忙，我估计是碰不着小妹了。你回头碰着她，帮我带个话，你就说这回没考成，下回再考呗。反正她干啥，嫂子都支持她。这个钱你给她，你让她空了去散散心，买个衣服，看个电影啥的，你哄哄她呗。看电影好啊！啊，吃饭，吃饭，吃饭。这是房卡和身份证，请您收好。行，我带您去房间。好的，谢谢。这边来。来，一会儿啊，咱们爬山去。好。你赶紧把鞋换上。你吃饭了吗？小美，你赶紧把这东西吃了啊！那个，等二哥中午回来，我带你吃饭，然后咱俩再说啊。二哥，你是不是也不想管我的事儿了？小美，昨天妈给我打电话了，二哥知道你心里委屈，可是哥，那这事要论到你头上呢，自认倒霉吗？小妹，我恨死全家他们了。这件事情，我找人问过了，我也上网查过了，结果呢，就是冒名者取消学籍、学历、学位，有公职的呢开除公职，有用人单位的呢可能被用人单位除名，而被冒名者呢想要恢复学籍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，尤其像你这种情况，都过去快10年了，学校他不可能按照你10年前的成绩录取你，这个是没有先例的，或者说呢，他们让你参加明年的高考，
可是你比现在的应届生大了足足10岁，你觉得现在你去准备高考，去参加这事可行吗？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既然结果都是这样了，我们不如积极的争取赔偿。我问过了，就算打官司的话，也是赔偿的问题。如果我们私下协商调解一下，我明白。你和他们一样，都想把我卖了。卖了我，你们所有人都能得到好处。大哥能得到地，爸妈能得到钱，你得到钱了也能风风光光的娶雅妮姐回家。小妹，你别这么说，这个钱我1分钱都不会要的。你说的好听，你真以为娶雅妮姐回家不用花1分钱的吗？小妹，我以为你上了大学，参加了工作就会和他们不一样。我没想到你们是一个鼻孔出气。你去上班吧，对不起，是我打扰你了。哎，小妹，你等等我，真的，我现在上班啊，你等我回来的，我们好好说行不行？我没什么好说的，对不起，是我生在这个家，是我倒霉。哎，小妹。什么？你们怎么能干这样的事儿呢？还要让别人签保密协议？反正这个事儿啊，前前后后来龙去脉我都跟你讲得很清楚了。你是我们请的法律顾问，这是你的职责所在，就尽快拟个协议，好吧？我是集团的法律顾问，我不是你们家的法律顾问，这是你们家的私事，所以我有权可以拒绝。我告诉你，万川家，你这事儿。我绝对不会帮你的，因为你这是违法的，你知道吗？你怎么能干这样的蠢事儿呢？这是缺德的事儿啊！可以了，说2句差不多得了啊！到什么时候都轮不着你来教训我，我们之间是做过交易的。那你今天你怎么能站在这儿这么义正辞严地跟我说这些呢？这个事儿啊，说大就大，说小也能小。就是个文字游戏，对吧？条件都是他们家提的啊，那跟我们都谈好了的。我们赔钱，他们保密，怎么了？我跟你说的每一个字儿都是真的。你要不信，你可以去问王家。好，你们厉害，所以你们还是赶紧另请高明吧。我在学校没学过怎么写这样的合同，我不会。星云。你说你这脾气啊，你动不动就走。那什么，前2天在客栈吃饭啊，虽然说是你姐歪打正着把老谢给拿下的，但是我也算到你头上了啊，正准备让集团跟你们律所续约呢，你把这个事办了啊，不光续约，我还把你的案件代理费从诉讼标准的1%涨到跟老韩一样的5%。啊，这事办成了，马上续约。当然，如果我这么说你都还是不愿意拟这个协议的话，我绝不勉强你啊。我可以马上就给老韩打电话，他的业务能力，他干这种事儿肯定比你在行。那你怎么一开始不找他呢？这说到底，不还是咱们自己的家事吗？家丑不可外扬。再者说，这个事儿我找老韩，那以后真续了约，集团的大事小事，我是找你还是找他呀？是不是？星云啊，你现在在城里生活，你见过世面，那你当然知道，在现在这个社会，找个好工作哪有那么容易？秀玉就算上了大学，那他大学毕业不还得找工作吗？你能保证他找的工作一定比现在的好吗？你能保证他挣钱比现在挣得多吗？是，这个事儿啊，说起来不好听，对吧？
感觉像是我们拿钱买了他的大学。可你想想，好多年之前我就安排他进集团，我让他干着轻松的工作，拿着高的工资，我这不也是一种补偿吗？星月，你那么聪明，你想一想，其实我们这不也是各取所需吗？王家这件事儿，我姐知道吗？王家的人那么聪明，能让你姐知道吗？你姐在他们心里说到底都是个外人。王庆来就你那姐夫，到现在没敢跟你姐透露半句。你说，这是他小姑子的事儿，啊，人家自己愿意，跟你姐有什么关系啊？行了，这些年了啊，我是个什么样的人，你还是大概有点了解了吧？你把这件事办了，我以后能亏待你吗？啊，除了刚才我口头向你承诺的那些，以后你姐的客栈所有相关的事情，包在我身上，我尽全力去支持，好不好？还有啊，你说这事儿我要真找老韩办，老韩那个人什么样，你比我更清楚啊。那到时候他的胃口更大，做事比你更狠，所以我宁可把这个把柄放在你手里，也不愿意他掺和进来。说到底，我还是把你当自己人的。万川家，从今往后，我姐的客栈也好，他们家也好，你绝对不许再去为难他。成交。还有没有？没事，你想想，慢慢想，再想到什么啊，随时告诉我，咱们随时加进去。一个人成功是有他的道理的，你看你一点就通，多好啊！你好了，我发你邮箱里。辛苦了啊！万川家，这件事一辈子都不能让我姐知道。当然。你好，我想预订2间客房。对不起，我们客满了。1间都没有吗？实在不好意思，我们真的没房了。那有的话你通知我吧。有的话会尽快告诉你。哎，好，谢谢。好。幸福姐，咋办啊？又怎么了？客人太多了，咱们房间不够啊。我担心再这么拒绝别人，人家以后不来了。这也没办法呀，咱就6间房。哎，吴老师的饭给他送过去了吗？送了。哦，你把昨天的账再核对一下，我去看看他。吴老师，嘿，幸福来了。哎，我来收这早餐。哎呀，辛苦你了。您这脚怎么样啊？能下地了吗？没问题了，基本差不多了。你看我，你看看动动，你别把这事儿总挂在心上啊。您看，您是住我们客栈期间伤的脚，理应我们客栈负很大一部分责任。要不我把您这个房费给您免了吧？打住，打住啊！幸福，咱们一码归一码。我这个脚扭了呀，和咱们店半毛钱关系都没有。你别把这个事儿挂在心上，好不好啊？这个饭钱、房钱1分钱都不能免啊！你的心意我领了。哎，哎，对了，幸福，我有个朋友啊，周6带着孩子也来看我，他们呢就是想在这儿度几天假，你帮我留一间大的房间。那没问题啊。啊，哎，是周6？对，周6。这周6啊？对呀。我看看，我们这都约满了。生意这么好啊！以前客人少的时候愁，现在客人多了也愁。没事没事，我再给您想办法。好嘞。啊，吴老师，我再去看看陆修的咋样了。
师傅，辛苦了。谢谢。来，喝点水。也许你人生残破，也许失望让你沉默，还要勇敢地走，继续倔强的活。谁能阻止你用力去生活？也许理想已斑驳，也许命运略显坎坷，还要勇敢地走，继续坚强地活。谁能阻止幸福开出花朵？就算命运注定曲折，我绝不退缩。跌碎的梦再一次的重生，不登高山，不知天之高，不离深渊，怎知地之厚？别人说用全力拼搏，就算命运注定曲折，我绝不退缩。跌碎的梦再一次的重生，不登高山，不知天之高。